大家好，我是王毅，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姑娘。大家好，我是浩然，和王毅一样，从小在中国长大。欢迎收听我们的慢速中文播客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，估计很多来中国旅游、生活的朋友都见过，却一直没搞懂。没错，这个场景在国内的公园太常见了。清晨的公园里，一群老年人围着树，不是浇水施肥，也不是乘凉休息，而是对着树干砰砰撞来撞去。是不是觉得特别奇怪？甚至有点担心他们会受伤？今天咱们就把这个事儿说透，不光告诉你老年人为什么撞树，还会讲清楚这里面的门道。听完你再去公园看到这个场景，就完全能理解了。而且咱们全程用简单的中文来讲，每个知识点都讲得明明白白，不管你中文水平怎么样，都能听懂，还能学到不少日常表达。浩然，你有没有在公园里见过老年人撞树啊？我家附近的公园，每天早上6点多就有不少人开始了。当然见过，我爷爷以前就喜欢去公园撞树，每天雷打不动。有时候我早起来跑步，就看见一群阿姨叔叔排着队，或者找个没人的树，从头到脚都往树上撞。对，就是那种姿势。有的用后背撞，有的用肩膀撞，还有的专门撞腰和膝盖，撞的时候还会发出规律的声响，远看还挺有仪式感的。我第一次见的时候，还赶紧跑过去问爷爷是不是不舒服，要不要去医院。结果爷爷笑着说，这是在锻炼身体，比吃药还管用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不光是咱们中国人，很多外国朋友第一次看到都会觉得不可思议。有的可能会想，这树得罪他们了吗？有的还会担心，这么撞会不会把骨头撞坏，或者把树撞死。确实，尤其是外国人，对中国老年人的这些锻炼方式，比如打太极、扭秧歌，还有撞树，都特别好奇。他们觉得这些方式很特别，和他们平时去健身房跑步完全不一样。其实不止外国人，很多年轻人也不理解。我身边就有朋友说，与其费劲巴拉的撞树，不如去健身房练器械，又安全又有效。这话也有道理，但咱们得站在老年人的角度想问题。他们那个年代没有健身房，也没有那么多健身器材，公园里的树、石头就成了他们最好的锻炼工具。而且撞树这个方式简单方便，不用花钱，还能和老伙伴们一起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说的对，方便又省钱，这也是很多老年人选择撞树锻炼的重要原因。但光有这些还不够，他们之所以坚持这么做，核心还是觉得撞树能给身体带来好处。那你知道老年人觉得撞树能带来哪些好处吗？我爷爷说，撞树能打通身上的经络，缓解疲劳。对，经络这个词儿是中国传统医学里的概念。老年人觉得身上的经络通了，气血才能顺畅，身体才会健康。而撞树就是通过撞击身体的不同部位，刺激经络，让气血循环更好。我还听爷爷说，撞后背能缓解腰酸背痛。很多老年人年纪大了，后背容易僵硬、酸痛，撞树能起到类似按摩的作用，让肌肉放松下来。没错，这就像我们平时腰酸了，会找人帮忙捶捶背一样。撞树的力度虽然比捶背大一点，但老年人会控制力度，不会用尽全力去撞。他们一般会选择树干比较粗壮、表面光滑的树，这样既能起到刺激作用，又不容易受伤。还有膝盖，很多老年人膝盖不好，走路时间长了会疼，他们就会用膝盖轻轻撞树，觉得能增强膝盖的力量，缓解疼痛。不过后来查过，膝盖不好的人其实不适合用这种方式，容易加重损伤。你这个提醒很重要，
后面我们还要专门说注意事项。除了疏通经络、缓解疼痛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交。老年人退休以后，时间比较多，每天去公园撞树，能和老伙伴们见面、聊天，一起锻炼，不会觉得孤单。太对了，我爷爷以前去公园，不只是为了撞树，更重要的是和他那些老伙计聚一聚。他们一起锻炼完，还会一起下棋、聊天、买菜，这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说，撞树对老年人来说，不只是一种锻炼方式，更是一种社交活动，既能活动身体，又能排解孤独，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习惯能一直延续下来。还有一点就是传统观念的影响，很多老年人从小就听家里人说这种传统的锻炼方式好，一代代传下来，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，并且坚持去做。说了这么多老年人觉得撞树好的原因，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撞树真的有益健康吗？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。首先，轻微的撞击确实能起到类似按摩的作用，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，缓解肌肉紧张和疲劳。比如后背肌肉僵硬的时候，轻轻撞一撞，确实能感觉舒服一些。但关键在于力度和方式。很多老年人掌握不好力度，用力过猛就容易出问题。比如用后背大力撞树，可能会损伤脊柱、肋骨，还有可能伤到内脏。没错，尤其是那些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骨质疏松的老年人，撞树的风险就更大了。骨质疏松的老人，骨头比较脆弱，稍微用力撞击就可能导致骨折。还有一些老年人会用头部去撞树，觉得能缓解头痛、头晕，这其实非常危险。头部是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之一，大力撞击可能会损伤大脑，带来严重的后果。所以说，撞树这种锻炼方式并不是适合所有老年人，也不是越用力越好。科学的锻炼方式应该是温和、适度的，比如散步、打太极、做拉伸运动等。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，有个阿姨为了缓解颈椎疼痛，每天用脖子撞树，结果越撞越严重，最后去医院检查，发现颈椎出现了问题，不得不停止这种锻炼方式，还得吃药治疗。这就提醒我们，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，锻炼都要讲究科学，不能盲目跟风。别人觉得好的方式不一定适合自己，尤其是身体有基础疾病的人，锻炼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见。而且中国的传统医学和现代科学在很多方面的理念是不同的。老年人可能更相信传统的说法，但我们还是要客观看待，结合科学的知识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。其实除了撞树，中国老年人还有很多特别的锻炼方式，让人看了觉得新奇又有趣。浩然，你还见过哪些？太多了，我见过在公园甩鞭子的，那种鞭子特别长，甩起来啪啪响，声音特别大，老远就能听见。还有人在地上写毛笔字，用清水当墨水，用大毛笔在地上写，又环保又能锻炼。我也见过甩鞭子的，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什么危险的东西，后来才知道是锻炼的工具。还有扭秧歌，一群阿姨穿着鲜艳的衣服，跟着音乐扭来扭去，又热闹又有活力。还有踢毽子、打陀螺，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锻炼方式。现在还有一些老年人会跟着音乐跳广场舞，这几年广场舞在国内特别流行，甚至传到了国外。说到广场舞，我想起以前有新闻说，国外的公园也有中国阿姨跳广场舞，还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关注。不过广场舞虽然热闹，但有时候声音太大，会影响到别人的休息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确实，任何锻炼方式都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。除了这些，我还见过一些更特别的，
比如用手拍打身体，从头顶拍到脚，一边拍一边喊，说是能排出身体里的寒气。这种我也见过，还有人在公园的单杠上做各种高难度动作，比如倒挂金钩，看着都让人揪心。年纪大了，身体的柔韧性和力量都下降了，做这种高难度动作风险特别大。其实不管是哪种锻炼方式，核心都是为了身体健康、心情愉快。老年人退休以后，有更多的时间关注自己的身体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但最重要的还是安全，不能为了锻炼而不顾身体承受能力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，不管选择哪种锻炼方式，都要以安全为前提，适度锻炼，这样才能真正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。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，看到家里的老人喜欢壮树锻炼，应该怎么做呢？是阻止还是支持？我觉得不能直接强硬阻止，这样容易引起老人的反感。老年人都比较固执，他们觉得自己的方式是对的，你强行阻止，他们可能会偷偷去做，反而更危险。没错，我之前就试过阻止我爷爷撞树，结果他表面答应，背地里还是每天去公园。后来我就换了一种方式，不直接反对，而是给他讲科学的道理，找一些适合他的温和锻炼方式。这个方法很好，我们可以先理解老人的想法，肯定他们想要锻炼身体的初衷，然后再慢慢给他们普及科学的知识，告诉他们撞树可能带来的风险，同时帮他们找到更安全、更适合的锻炼方式，比如陪他们散步、打太极。还有，如果老人坚持要撞树，我们可以提醒他们控制力度，选择合适的树。比如选择树干粗壮、表面光滑、没有凸起的树，撞击的时候不要用力过猛，时间也不要太长，10几分钟就够了。另外，定期带老人去医院体检，让医生给他们专业的锻炼建议，这样老人也会更信服。毕竟医生的话比我们年轻人说的更有说服力。对于外国朋友来说，如果在公园里看到老年人撞树，不用觉得奇怪，也不用上前阻止，尊重他们的锻炼方式就好。如果感兴趣，可以和他们聊一聊，了解一下这种锻炼方式的由来，也是一种文化体验。是的，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。每个国家的老年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锻炼方式，这和当地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。尊重不同的文化和生活习惯，才能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。还有一点，我们年轻人也要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。现在很多人每天坐在办公室里，缺乏运动，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。我们可以向老年人学习，坚持锻炼，保持身体健康。说得对，健康的身体是一切的基础。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，都应该重视锻炼，选择科学、适合自己的方式，坚持下去，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中国老年人在公园撞树的话题，从原因到科学解读，再到实用建议，相信大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总结一下，老年人撞树，一方面是为了锻炼身体，缓解身体不适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社交，排解孤独。虽然轻微的撞击有一定的按摩效果，但用力过猛会带来健康风险，锻炼还是要讲究科学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国老年人的这种锻炼方式。如果你在中国的公园见过类似的场景，或者你身边有老人喜欢撞树锻炼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我们分享你的经历和想法。另外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慢速中文播客，记得点赞、收藏这个视频，这样以后想在听的时候就能很快找到。还要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定期更新慢速中文内容，聊一些中国的文化、生活、习俗等话题，
帮助大家轻松学好中文，更好地了解中国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